为了躲避父亲安排的婚礼，富家千金不得不逃进了破败的小酒馆内，可结果却没想到，竟在此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男人。Well, I'm sorry, but the bar is closed and it's getting late. So if you'd like to settle your tab, maybe we can get you on your way home. 原来女孩名叫萨曼莎，本是国际顶级财阀克鲁曼先生的独女，可她却做梦也没想到，为了不让公司落入外人手里，父亲竟将她许配给了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于是为了反抗父亲的霸权，萨曼莎不顾父亲断绝经济的威胁，毅然驾着豪车离开了自己优渥的生活。在行驶了一段时间后，随手将手机与车钥匙都留在了原地，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冒险。很快，漫无目的的萨曼莎在出租车司机的建议下，来到了一家破败不堪的小酒吧，肆无忌惮地举杯痛饮，但衣着华贵又烂醉如泥的样子，却引起了年轻的酒吧老板的注意。于是，在送走全部顾客后，麦克忍不住来到了萨曼莎的身边，可结果却没想到，竟直接遭到了萨曼莎的调戏。You are so freaking hot. 麦克瞬间无语了，只好催促着萨曼莎抓紧付账，但却没想到萨曼莎的银行卡竟被全部冻结。It didn't work, did it? No. Do you have another form of payment you'd like to use? 这下萨曼莎立即明白，这一定是父亲的杰作，可眼下如何付款却成了问题。于是，在拒绝麦克给家里打电话的提议后，身无分文的萨曼莎竟借着醉意，直接扑进了麦克的怀里。麦克瞬间大吃一惊，可看着萨曼莎完全不能自理的样子，麦克也只好无奈地将她带回了住所。殊不知，两人的缘分也即将由此开始。I feel kind of dizzy. Okay, it's alright. Hang on. It's okay. I don't feel so good. Okay, come on, come. You and me are going to the bathroom. Let's go. 很快，醉意朦胧的萨曼莎便呕吐了起来。麦克见状，也只能生疏地为她拢住了头发，并在帮助萨曼莎脱去了全身衣物后，褪去了自己的衬衫，带着萨曼莎洗去的一身污秽，这才让萨曼莎逐渐清醒了过来。可麦克却没有愉悦的举动，反而在为萨曼莎换好衣服后，温柔地将她抱到了床上，直到萨曼莎拉住了他的手。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说着，还希望麦克能够留下来，但麦克却拒绝了他的请求。而时间也来到了第二天，萨曼莎在麦克的床上逐渐苏醒了过来，但昨晚发生的一切却仿佛历历在目。于是，在穿好衣服后，略显愧疚的他这才找到麦克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可麦克却提起了萨曼莎的父亲。Samantha, are you in some kind of trouble? Last night you said something about your dad. 但萨曼莎却反问麦克是否知道顶级财阀詹姆森家族，瞬间让麦克悚然一惊，这才明白，原来眼前的女孩竟然是詹姆森家族的独生女。可却为时已晚，离家出走的萨曼莎竟好像赖住了眼前这个值得信任的男人，竟然提出想要在麦克的酒吧打工，来偿还昨晚的酒钱。哪怕麦克拒绝也无济于事。萨曼莎告诉麦克，自己这一生都活在父亲的包办之下，虽然账户上有着数不清的数字，但这却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更无法听从父亲的愿望去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说着，还恳求麦克能够让自己睡在他的沙发上，而自己也会努力不发出一点声音。顿时让麦克大吃一惊，于是犹豫再三下，他还是同意了萨曼莎的建议。可是孤男寡女同处一室，难免会擦出爱的火花，于是就在麦克同意后，早就对麦克垂涎欲滴的萨曼莎，终究还是难掩内心的悸动。Thank you, Clay. 随即他与麦克放肆地拥吻在了一起，仿佛要弥补昨晚的遗憾。只是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两人情意正浓时，麦克却突然推开了自己的手。You are playing with the hottest kind of fire there is, Cupcake. 可萨曼莎却不知杯形蛋糕的含义，只知麦克竟然拒绝了自己。于是他告诉麦克，自己用尽一生去做一个乖乖女，但他现在却只想遵从自己的本性。结果却再次遭到了麦克的拒绝。毕竟对于麦克而言，这只是一个富家女叛逆的游戏，但他并不希望当游戏结束时，萨曼莎会因此后悔。于是他安排好友凯蒂带着萨曼莎去挑选了几件新衣服，可看着凯蒂红色的小车，却让身无分文的萨曼莎想起了自己丢弃的那台玛莎拉蒂。毕竟哪怕卖掉也能摆脱自己一时的窘境。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一下，大家买了新车后，旧的都是怎么处理的？像我那台开了2年的宝马3系，放到瓜子二手车上，想不到还能卖23.5万。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买家多价更高，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最近1年汽车掉价特别快，1年就没好几万。听我的，旧车想卖高价，千万别犹豫，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估价吧。很快，就在两人选好了衣服后，作为富家千金的萨曼莎也终于开始了自己打工的牛马生涯。但凯蒂却在这时找到了麦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麦克对萨曼莎的特别关心，以及萨曼莎的富有。And you know she's rich based on what, exactly? Well, when I picked her up, she was carrying a $3,000 Louis Vuitton purse. 麦克顿时愣住了，没想到凯蒂的心思竟如此细腻，但凯蒂却说也许这样的富家女并不是麦克最好的选择，顿时让麦克装出了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可那眼神却从没有离开过萨曼莎的身影，直至酒吧关业，他才来到了萨曼莎的身边。You doing alright? No. 萨曼莎轻轻吐槽着第一天上班的窘境，但手里厚厚一摞的小费却又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生活。于是在麦克贴心地为他拿来晚餐后，他将今天购买洗漱用品的钱归还给了麦克。And I'm hanging on to a little bit for incidentals, but if I make this much every night,
I should have paid you back in no time. 然而麦克对此却毫不在意，反而静静地听着萨曼莎对未来的憧憬，这才愕然发现，原来这位身价不菲的富家千金，最大的梦想竟然是成为一名蛋糕师，顿时让麦克觉得有趣了起来。可还不等他继续多说什么，对他贼心不死的萨曼莎便借着这次独处的机会，再次坐到了他的身上。Touch me, Clay. 说着还不顾一切地吻上了麦克，但他却做梦也没想到，情到浓时麦克竟再次拒绝了自己。 It's getting late. 这下萨曼莎顿时傻眼了，只好在尴尬的告别后转身离去，因为他并不明白麦克的人间清醒，也并不明白两人之间的距离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差距，更是三观以及阶级上的不同，所以麦克绝不允许自己的感情成为他人冲动下的牺牲品。于是他看着萨曼莎失望的离去，无奈地趴在了桌子上，随后更将自己睡觉的位置搬进了办公室，以此来拉远与萨曼莎的距离。但他却忽略了爱情的魔力，尽管他拼命逃离，可萨曼莎的追逐却从未因此放弃，反而在无数次挑逗失败后，穿着自己新买的性感服装来到了麦克的办公室。他不顾一切地告诉麦克，如果一次两次是冲动的决定，那么长久下来你就应该明白我的心。瞬间打动了麦克，于是他终于决定放下所有接纳对方。可他的转变却引起了弟弟利维的注意。他告诉麦克，虽然几人的母亲并没有给他们一个信任女人的理由，但他却希望麦克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不要固步自封在过去的痛苦之中。瞬间让麦克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仿佛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可这却并没有影响麦克那颗疼爱萨曼莎的心。于是就在这天，麦克安排凯蒂为萨曼莎送来了一些神秘的礼物，而那竟全都是制作蛋糕的用品，顿时让萨曼莎欢欣雀跃了起来，因为她万万没想到，对于自己小小的梦想，麦克竟如此上心。于是就在麦克回来后，萨曼莎立即一把抱住了对方。I will pay you back for everything, every single cent, I promise. 然而麦克却说这只是一个礼物，并不需要付钱。但萨曼莎却依旧坚持，并准备为麦克制作第一份惊喜。而此时，屋外的阳光洒进忙碌的厨房，像是为萨曼莎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婚纱。而麦克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仿佛世界在此刻静止，让一切变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和一首动人的诗。可直到萨曼莎完成了手中的工作，麦克的瞳孔却瞬间放大，心中仿佛生出了巨大的轰鸣。 It's a cupcake. 然而萨曼莎却并不知道纸杯蛋糕对麦克的含义，反而直接塞进了麦克的嘴里。直到麦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麦克的母亲是个瘾君子，这让他从小就负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让他灰暗的生活更平添了一副重担。直到他看到了橱窗中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纸杯蛋糕，生活中才仿佛有了光。所以麦克才会称呼萨曼莎为纸杯蛋糕，因为那就是他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这下萨曼莎顿时惊呆了，随即心疼地拥吻起了自己的爱人，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不断用爱温暖着这个曾伤痕累累的男人。只是日落西山非我意，晚霞在梅叶终有尽头。于是在经过一阵深思熟虑后，萨曼莎终于对麦克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I don't want to work in a restaurant. I want to work in a French bakery. 麦克闻言立即一怔，他这才知道，原来萨曼莎竟背着自己联系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食品公司。可作为爱人，他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去支持萨曼莎做的每一个决定。然而他却没想到，萨曼莎要做的事情却远不止于此。因为在积攒了一段时间的资本后，手中渐渐也有了一些钱的萨曼莎竟提出想要搬离这里，随后还安慰着自己 I've taken advantage of your generosity for longer than I should have, and you've been great, but it's really past time. 这下麦克彻底傻眼了，虽然他一直都知道两人之间的差距，但他却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只是还不等他询问萨曼莎真正的原因，门外突然传来的声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危险也在悄悄降临。一个陌生的男人竟突然闯入了麦克的酒吧，但麦克见到对方的刹那却被彻底震惊。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Got any way to greet an old friend? Get the fuck out of my bar! 可男人却毫不在意，反而调侃着闻声赶来的萨曼莎，询问麦克是否是他的女友，然后便在麦克准备动手时，拔出了腰间的匕首，瞬间让麦克愣在了原地，但对方却没有就此罢手的打算。 And I swear to God, I'll fucking gut you. Like I should all those years ago. Huh? 于是麦克让萨曼莎赶紧离去，但萨曼莎却在上楼后立即将电话打给了麦克的弟弟梅森，让他将身为警察的利维找来，随后便趴在门口偷听外边的声音，这才震惊地听见那个陌生的男人竟理直气壮地勒索麦克50万美金，否则就要让麦克好看，甚至还威胁麦克要将自己卖进黑市。但麦克的回答却更让萨曼莎悚然一惊。 I should have killed you when I had the chance. 而听着麦克言语中无尽的恨意，萨曼莎这才终于反应过来，原来男人竟然就是麦克兄弟口中那个残忍无耻的继父怀特。只是还不等他一探究竟，男人便在放下狠话后离开了这里。而麦克的弟弟利维与梅森也在这时突然赶到。 Where the fuck is he? Where's Samantha? Is she okay? She was down here when Wyatt came in and saw him at his finest. Fucking asshole. 这下年龄最小的梅森更加愤怒了，毕竟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麦克在照顾着他与利维，让两人没有误入歧途。但如今怀特的出现，却会再次毁掉麦克好不容易拥有的生活。于是他咬牙切齿地告诉麦克 You should have killed him, Clay. Now, you know I'm gonna help you bury the body. We'll feed him to the sharks. 可对此身为警察的利维却万万无法接受。他告诉梅森，两人的哥哥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弟弟成为监狱里某人的痉挛，顿时打消了梅森疯狂的念头。
只是即便如此，怀特威胁萨曼莎的举动却依旧是麦克心头拔不掉的刺。毕竟对于麦克而言，此时的萨曼莎就是他的软肋。于是，在安排利维去找到怀特信息后，久久不能入眠的麦克再度回想起了过去的一切，直至被萨曼莎发现。他震惊地看着麦克后背上的烟疤，然后下一秒， Clay, it's me. 萨曼莎顿时被吓了一跳，而她也终于从麦克的口中得知了一切事情的原委，以及麦克后背疤痕的来历。因为麦克的母亲不只是一个瘾君子，还是一个浪荡的站街女，所以她跟梅森与利维有着不同的父亲，并跟不同的男人居住在一起。可当母亲认识的怀特，原本灰暗的生活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本加厉。怀特不但会在醉酒后拿自己出气，更会在自己保护弟弟时踩着自己的头，将烟头熄灭在自己的脊背上。 The more I squirmed and cried, the more he pressed. 听到这，萨曼莎的心里瞬间有些凄凄然，可她却依旧不认为作为一个小酒吧老板的麦克拿出50万美元是什么轻松的事情。于是为了爱人的安全，萨曼莎在没有通知麦克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竟不顾麦克的危险，偷偷做好了离开的打算。 I'm going home. You're just gonna give up what you were fighting for? It's what I need to do. 这下麦克瞬间呆愣在了原地，此时的他还并不明白，为什么一直追寻自由的萨曼莎会突然选择回到父亲的身边，但最终也只能无奈而又绝望的看着萨曼莎坐上家族的豪车扬长而去，将两人美好的记忆留在了昨天。然而疏疏篱落涓涓月，寂寂轩窗淡淡风。就在麦克沉浸在失去爱情的痛苦时，一个陌生的男人却突然来到了麦克的酒吧。 Harrison Blackwell III. 而麦克这才意识到，原来眼前的男人竟是萨曼莎的未婚夫。可还不等他询问对方的来意，男人便将一大摞钞票放在了麦克的面前。他告诉麦克，自从萨曼莎离开家后，他的一举一动便都在安保公司的眼中，甚至他们还对麦克做了背景调查。可是对于两人的事情，他却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爱萨曼莎，而萨曼莎也并不爱自己。但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却必须遵从萨曼莎父亲的命令。Why are you telling me this? And despite everything, I'd rather see Samantha living the kind of life that she wants to. With the kind of person that's going to support her and make her happy. And that man is not me. 说着，他拿起了自己的外套，将厚厚的一摞钞票推到了麦克的面前，在祝福了麦克后扬长而去。而麦克这才知道，原来萨曼莎回到家中，竟然是为了帮助自己获得这50万美元。可他却并没有打算将这笔钱交给怀特，反而将电话打给了身为警察的弟弟利维。而利维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怀特这么急于勒索麦克，竟是因为设计一场谋杀而遭到了通缉，顿时为麦克指明了出路。随即以交钱的名义，将怀特约到了酒吧附近的位置，然后让早已埋伏在此的利维将其逮捕，彻底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难题。 Hey. We got him. Samantha's safe. 只是当一切尘埃落定，爱情又该何去何从？于是看着那厚厚一摞的美金，麦克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萨曼莎的父亲，并问出了一个自己十分好奇的问题。 I don't need it. In fact, you had to have known that I was sitting on a couple of $1 million in the bank since you did a background check on me, so why bother? 但这一切却都是萨曼莎父亲对麦克的考验。他告诉麦克，也许我对你过去的经历并不满意，可你在逆境中的表现却让我刮目相看，并且我的女儿是那么爱你。瞬间让麦克大吃一惊，于是他终于放下了过去的所有芥蒂，在见到萨曼莎的第一时间，毫无顾忌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意。 I love you. More than I ever thought I could love another person. 也许世间所有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但真正的爱情却会让你在不断的摇摆之间，得到一份真正的安稳，最后始于颜值，合于性格，忠于人品，方得终老。